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9月14日新闻。今日摘要：联合国挺巴建国，美以强化关系，以军空袭加沙高层建筑，哈马斯迁离卡塔尔，英国禁招以色列学生。国防部官方消息，以军摧毁布罗钦袭击者住所。今天，以色列国防军以法联旅部队在布罗钦村行动中摧毁了恐怖分子纳尔萨马拉的住所。萨马拉在被捕期间与部队交火后被消灭。2025年5月14日，他与同伙在布罗钦和费杜埃尔之间发动枪击，造成查拉加兹当场遇害，其子拉维德海姆加兹重伤后于5月29日去世，另有一名以色列公民受伤。以军表示，过去1周已摧毁6处恐怖分子住所。卢比奥敌以强化美以关系。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抵达以色列，讨论地区发展及以色列吞并犹太和撒玛利亚部分地区的可能性。他与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同访问西墙。内塔尼亚胡称，此次访问象征美以关系如同西墙石块般坚固，强调在川普总统与卢比奥的领导下，联盟比以往更牢固。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禁招以色列学生。该学院宣布，自明年起将不再接收以色列学生，理由是加沙战火持续。此举显示以色列在外交与学术领域遭遇阻力日增。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国提案。联合国大会以142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提案。印度和阿塞拜疆等以色列友好国家也投票支持。一位加沙记者同时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态，拒绝两国方案，称只有巴勒斯坦存在。揭露加沙媒体谎言。加沙一则所谓遇害男孩的报道出现重大反转。前美国特种部队军人、加沙人道基金会前雇员托尼·阿吉拉尔声称，5月底一名叫阿米尔的男孩在领取援助时被以军打死。此说法迅速被媒体和政界引用，但基金会公布录像和调查结果显示，他的说法严重夸大甚至捏造。所谓阿米尔实际上是9岁男孩阿卜杜勒拉希姆哈姆丹，小名阿布德，目前安然无恙。基金会表示，阿吉拉尔早已因表现不佳被解雇，外界批评这一虚假叙事误导舆论，并可能使儿童陷入危险。利库德集团会议外抗议冲突。昨晚在利库德集团会议外，抗议活动异常激烈，抗议者试图阻止部长和政客进入会场，警方随后强行驱散人群。楚尔科夫获释详情。在伊拉克被劫持的以色列俄罗斯研究员楚尔科夫已在以色列境内获释。中东报披露，伊拉克政府发起行动，美国施压，绑架民兵也因疲惫而松手。一名民兵指挥官称，楚尔科夫是无偿移交。撒玛利亚反恐逮捕。以色列部队在杰宁连夜反恐行动中逮捕一名与哈马斯有关的恐怖嫌疑人。法国反犹与仇伊斯兰案件。法国总检察长称，过去2年法国多起反犹太主义与仇视伊斯兰教事件背后都有外国势力操纵。约旦担忧以军动员。约旦就以色列国防军新成立的东部师动员表达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升级局势，影响地区稳定。埃及推动阿拉伯联合部队。总统塞西再次提出建立类似北约的阿拉伯联合部队，保护任何遭受攻击的阿拉伯国家。该倡议在多哈阿拉伯伊斯兰峰会前受到更多关注。埃及减少对以色列安全协调。在以色列空袭多哈针对哈马斯领导人后，埃及宣布直至另行通知，
减少与以色列的安全协调。埃及情报官员称，以色列长期密谋在开罗暗杀哈马斯领导人，警告任何针对埃及领土的袭击将遭到武力回击。哈马斯领导人考虑迁离卡塔尔。多哈袭击事件令哈马斯高层感到不安，认为卡塔尔不再安全，正在考虑转移至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或毛里塔尼亚。埃及则表示更倾向安置他们，显示其在地区权力格局中既有筹码，也面临风险。内塔尼亚胡将行动与人质危机挂钩。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清除卡塔尔境内的哈马斯领导人是释放所有人质和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强调打击境外哈马斯官员的必要性。能源部长誓言继续打击哈马斯。能源部长埃利科恩称，以色列会继续盯住哈马斯领导人，这次没有触及到的人，下次一定会触及到。卡塔尔誓言回应以色列。卡塔尔对首都遭袭表示愤怒，称已决定将很快对以色列做出回应，同时在权衡报复与调解角色之间的平衡。多哈袭击后阿拉伯伊斯兰峰会筹备。多哈袭击后阿拉伯伊斯兰峰会筹备。上周以色列袭击多哈，造成5名哈马斯成员和1名卡塔尔安全官员死亡。卡塔尔呼吁召开紧急阿拉伯伊斯兰峰会，获伊朗支持，旨在团结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埃及派出战斗机协助峰会安保。伊拉克总理苏丹尼表示，伊斯兰国家可建立联合防御部队，并考虑对以色列实施经济措施。胡塞导弹袭击特拉维夫。胡塞武装于安息日凌晨4点向特拉维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以色列成功拦截。加沙城战况。以军继续空袭加沙城，多栋建筑被摧毁。沙提难民营附近发生多起袭击。安全消息人士称，以军已准备进入加沙城地面行动，但行动放缓，意在为人质释放留出空间。一名记者称，当天加沙城有30多栋建筑遭袭。以军空袭加沙高层建筑。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出疏散警告后，袭击了加沙城的马赫纳塔和伊斯兰大学建筑，指控哈马斯在其中安装监视设备和观察哨，用于监控以军动向并策划袭击。据报道，此前2次袭击未完全摧毁伊斯兰大学建筑，居民曾返回取物。随后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或失踪。加沙平民大规模撤离。以军估计已有超30万加沙人撤离加沙城，仅1天内就有数万人迁离。此前城内约有100万人口，平民被指示前往加沙南部指定人道援助区，以避开即将展开的大规模攻势。耶路撒冷非法移民事件。边防警察在阿塔洛特工业区发现一辆小巴，车上载有21名非法移民和1名嫌疑人，另1名嫌疑人与其一起翻越隔离墙。运送者为45岁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来自乌姆法赫姆。舒阿法特安全哨所袭击。东耶路撒冷舒阿法特社区一处安全哨所遭袭，造成1名恐怖分子死亡，2人受伤。以色列邮政诈骗警报。有人冒充以色列邮政发送诈骗短信，要求缴税或费用，来源号码多为境外。谎言数据造假。有谣言称68万加沙人死亡，其中38万为5岁以下儿童，数字超过加沙人口 50%。 该说法被指为专业谎言，并被用于宣称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斯莫特里奇批评以色列外交沉默。财政部长贝扎雷尔·斯莫特里奇批评以色列对协调外交攻击保持沉默，称这是不可接受的，要求以色列行使主权，阻止在国家中心建立恐怖国家的企图。他点名法国和其他国家
公开对抗以色列。苏法火箭弹警报误报，加沙地带附近的以色列南部村庄苏法传出火箭弹警报，确认是误报。抗议者暴力行为，在卡尔库尔枢纽站抗议活动中，一名53岁抗议者砸碎了一辆载有儿童乘用车的挡风玻璃，已被逮捕。警方强调，破坏行为不属于合法抗议。欧洲应对俄无人机威胁，波兰因俄罗斯无人机入侵发布警报，战机和直升机紧急响应，并请求北约支援。罗马尼亚在乌克兰边境地区发布空袭警报，并在齐利亚发现俄无人机残骸，可能发生无人机拦截事件。叙利亚政权与德鲁兹武装冲突，在苏维达省姆托内镇以北，叙利亚政权的 HTS 部队与新组建的德鲁兹国民警卫队爆发冲突。HTS 与贝都因派武装试图潜入阿尔哈亚特镇。极端反以色列宣传，耶鲁大学教授指控以色列在加沙进行大规模活人献祭，以引发世界末日宗教战争。该视频有23万订阅， 5.5 万评论。观察人士指出，这类极端理论与伊朗什叶派马赫迪的末日论相符。假新闻航班照片，叙利亚媒体称，以色列航空公司客机出现在叙利亚机场后，证实该照片来自泰国普吉岛机场，为假新闻。以色列国家安全准备，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正在为应对伊朗、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威胁做准备，特别是在10月7日周年纪念日前。总结，加沙谎言被揭，胡塞导弹遭拦截，以军空袭持续，联合国挺巴建国，埃及卡塔尔施压动员，以色列试打哈马斯，高戒备应对地区紧张。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